这个其实我们在谈到中国经济，当普丁这样来说，的确啊，中国是世界工厂。老师你怎么看待这整个中国经济？普丁哇，还这么信誓旦旦对中国的经济这么看好，但事实上状况真的是如此吗？我觉得啊，刚才主持人开始讲到了普京啊，我想说一句啊，如果普京都能懂中国经济，全世界没有人不懂的。实际上呢，连华尔街都没搞懂，不要说普京了，所以他讲话不够资格。那么最近刚才主任提到的这个中国经济发生2件大事，一个是恒大集团濒临破产，一个是大规模断电。那么这个都引起了国际经济圈的关注。那如果说是深水炸弹，也可以是这样说，就稍微夸张一点。但是呢，它确实是对中国经济有巨大的冲击。不过呢，这2件事啊，这个都是9月中旬前后发生的，对第3季度经济数据的影响呢，相对不是那么大。但是它对今后中国经济影响又很大。现在国际金融圈都是非常关注这2件事情。这些天啊，《华尔街日报》是一直在紧跟这些事件的动态，想要把握中国经济的脉搏。那么实际上呢，中共也很担心国际经济圈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可能会失去信心，所以他在政策层面和对外宣传层面呢，都千方百计的想要释放信号，希望化解外国对中国经济的担心。那么恒大的事情还有断电的这2件事，我们在以前节目里都分析过了，不过对恒大的分析比较短一点。那恒大呢是牵涉到中国经济的支柱房地产业的前景，断电呢是牵涉到能源问题。那么这2件事对中国经济产生什么影响呢？正好是10月18号，中国的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今年3季度的经济数据，它是试图给外界一个乐观的印象。那么《华尔街日报》和路透社马上就跟进，这2个西方的主要财经媒体马上发表了相关的分析。那《华尔街日报》认为说呢，中国的 GDP 等等多个数据走弱，中国统计局在淡化涨价、能源短缺和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那么《华尔街日报》的分析呢，观众朋友们自己都可以看到，所以我就不介绍了。这里呢，我想换一个角度来分析。因为啊，这个《华尔街日报》记者他采用的分析方法呢，基本上是一种单维度的横断面分析，就是从现在这个时间点切入，做一个单一时间点上断面的分析。但是呢，经济本身是沿着时间轴不断在演变的一个动态过程，所以这样的话呢，经济的现在状况反映出它过去的问题，同时也预示着未来。那么如果用一种不同的方法来分析，可能会结论与《华尔街日报》就不一样了。实际上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种经济数据啊，都可以像所有各个国家的经济数据一样的，可以分成3类，就是先行指标、同步指标和滞后指标。那么先行指标呢，是在经济活动发生显著变化之前，率先表现出明显变动的指标。比方讲这个投资品的价格指数，这个消费品的这个原料价格指数，还有这个房屋建造的这个批准的数量，还有机器设备的订单等等。所以对这些指标动态的理解，我们可以通过它来对未来经济呢，做出一些判断。那么在宏观景气分析当中，先行指标的预告效应通常是提前半年以上。那么除了先行指标，还有一类叫同步指标，它反映的是当下经济活动的状态，比方讲商品的销售啊、失业率啊、那个 GDP 就是国内生产总值啊等等。那还有第3类就是滞后指标，它反映的是滞后于当下经济状况的一些经济层面，比方讲银行没收回贷款的这个数量啊、居民的储蓄啦、工资啊、固定资产投资啊、商业贷款、财政收支，还有零售物价的这个水平啊等等。当然，这里我们要是谈到中共的统计数据，第一个大问题就是真实性、可靠性。中共的统计数据是扮演着对外对内宣传的功能的，所以它通常会夸大正面的这个经济征兆，会缩小负面的经济征兆。
所以分析中共的这个经济数据，首先是要了解说，它某个数据的增长率啊，是名义增长率还是实际增长率。那么所谓的名义增长率，就是把先后2年按当年价格统计的这个数据直接对比。那么实际增长率呢，是要用价格指数修正过，排除价格变动影响的实际的增长率。那么中共自己承认说呢，它的统计数据里，除了 GDP 和工业增加值是实际增长率之外，其他指标的增长率基本上都是名义增长率，就是里面包含价格的影响。也就是说，它没有经过价格修正的这个统计数据显示出来的是那种增长率。那么这种情况下，只要它修改价格上涨或是这个下降的幅度，它就可以造成虚假增长。另外呢，就是不少数据是被中共加以控制的，比方讲失业率，它和真实情况相差非常大。那么我看到这个制作单位啊告诉我说，这个有观众在 Facebook 上这个留言，希望说介绍一下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当中出现了一个以往从来没出现过的，叫做2年平均率，2年平均增长率。那么这个和通常大家讲的今年比去年增长多少，这个增长率差别就比较大。但是我想说明一下，就是这倒不是反常的做法，因为去年啊，中国的经济因为疫情曾经停摆了一段时间，所以今年和去年同期比的增长率会自然的偏高，因为去年基数太低。但是如果用2年平均增长率呢，就是把今年的数据和前年疫情之前的数据对比，这样的话呢，把连续2年的总的增长率再几何平均一下，这样会相对比较客观一点。所以呢，这个问题倒不是很大。那么下面呢，我来介绍一下这次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这个统计数据当中的一些同步指标，因为这些指标反映的是到现在为止的经济动向。那么我分析了这样几个同步指标，就是商品销售额、失业率和个人收入。第一个就是商品销售，中国城镇的消费品零售额今年1到9月是增长16%，但是9月份只增长4.2%，那么明显的就出现了从上半年2位数增长向9月的低增长滑落。那么第二就是中国统计局公布的这个失业率基本上是不可靠的，但是中国统计局公布的这个采购经理指数当中，它包含从业人员指数。这里呢，采购经理指数我要稍微解释一下，它叫英文是 PMI， 是一种国际通用的景气循环分析方法，或者说景气调查分析方法。那么中国呢，是在制造业各个门类当中抽样调查了3000家企业，在非制造业的企业当中抽样调查了4200家企业。那么这样的抽样调查样本是相当大了，所以它有统计学上的代表性还是比较强的。那么采购经理指数呢，通常是以50为临界线，就是说高于50表明经济活动热络，低于50表明经济活动低迷。所以50这个临界线呢，也被称作是经济荣枯线，荣就是这个光荣那个荣，枯呢是这个枯树枯枝的枯，所以也被称为是荣枯线。那么我从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当中的从业人员指数来看的话，去年9月是49.6，就已经低于经济荣枯线了。那么今年9月进一步下降到49，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国的制造业企业从去年以来就一直处于不满员状态。那么非制造业的情况呢？非制造企业的情况更差。那么非制造企业的从业人员指数去年9月是49.1，低于经济荣枯线。今年9月进一步下降到47.8，下降了将近1.3个百分点。这说明呢，裁员现象很明显。那么第三个我在讲的就是同步指标是这个今年的 GDP， 第3季度只增长4.9%，那么这个增长率是10年来除了疫情高峰时期之外最差的经济表现。那如果看到这里，很多人讲，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啊，
中国经济还是不错的。那下面我来讲一下这个预示着中国经济未来动向的先行指标。我主要分析6个方面的。那第一个呢，就是工业企业的原材料零部件的购买价格指数，9月是上涨14.3%，这说明啊，企业进料的成本大幅度上升了。那么同时，工业制造业的加工产品的出厂价格指数1到9月只上涨5.6%。那么出厂价格的上涨幅度啊，只有进料价格上涨幅度差不多1/3，也就是说啊，工业企业不得不消化进料成本将近10个百分点的上涨。那么这样的话，就会有一大批中小企业今后会因为亏损而停产或者破产。这第一方面的指标。第二方面，就是1到9月份消费品价格指数只有0.6%，9月更低，只有0.2%。它说明什么呢？说明市场需求疲软。那消费品制造企业刚才讲了，它的进料价格在上涨，而制造环节呢就会因为成本暴涨而提价。但是呢，由于这个市场需求疲软，这些消费品制造企业就没有办法把这个进料上涨的成本转嫁到消费者头上去，只能他自己来消化。这样的话，这个消费品制造企业未来亏损的困境，现在它的先兆已经出来了。那么第三，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采购经理指数来看的话，8月份开始，新订单的指数是连续2个月降到了经济荣枯线以下，表明呢，未来制造业企业的订单减少，生产将不得不收缩。那么同时，9月份开始，中国制造业企业的采购量也开始掉到荣枯线以下，说明企业开始减少生产用原材料的采购。那么第4方面就是房地产业的新开工面积，1到9月是下降4.5%，其中呢，住宅新开工的面积1到9月下降3.3%，办公楼新开工面积下降20%，商业营业用房下降17.5%。这也是明显的今后投资会明显下降的先兆。那第5个方面，房地产企业的现有资金来源当中，国内银行贷款1到9月下降8.4%，外企投资下降了37%。因此呢，房地产公司1到9月为了建住宅所购置的土地面积下降8.5%。那第6个方面就是主要作为饲料的玉米价格1到9月上涨31.2%。那我们在7月15号的节目里介绍过这个猪粮周期。那么此刻呢，是中国的农户发现猪粮比价偏低了，就是说肉价低，饲料价格太高，那么农户就大量的宰杀生猪，结果导致肉价的下降幅度很大。那么1到9月份猪肉价格下降31.4%。听起来好像是好消息，要暂时遏制了消费物价的总水平，但是它预示着另外一件坏事，那就是1年以内，因为养猪赔钱太多，会造成生猪严重短缺，然后必然出现肉价暴涨，由此带动食品价格急升，它会进一步的压制消费购买力，影响工业消费品的市场需求。那么这6个方面的先行指标都标示着同一个经济动向，那就是中国经济正在走向萎缩，滑坡在即。那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呈现一派繁荣，以至于整个国际社会都以为说中国将成为带领21世纪全球经济的领头羊，好像没有哪个国家相信说中国经济会告别繁荣的。那我呢倒是比较早就提出中国经济会告别繁荣。2017年我就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叫做《繁荣缘何而去？中国经济现状和趋势的分析》。当时我在文章里就讲说，中国经济的繁荣已经不可持续。那么2019年我在台大演讲的时候也介绍过相关的判断，但是呢，当时国际社会上基本上没有什么人相信这样的分析和判断，认为不过是又是所谓的唱衰中国而已。那我以前在震惊最前线节目里也介绍过，为什么中国经济的繁荣要走到头了。简单来讲，就是拉动20年经济繁荣的出口景气和土木工程景气都是一次性机会，不可复制，
但是呢，要各国商界调整心态，重新布局自己对中国这个主持人讲的世界工厂的依赖啊，它是一个痛苦而艰难的过程，对台商也一样。所以各国企业现在都抱着侥幸心理，希望说中国经济的滑坡不要发生，或者呢，即便发生滑坡，最好是短期的。然后他们就寄希望于中共政府的这个管控能力能保住中国经济的繁荣，让他们在中国的投资和经营能顺利维持。但是啊，现在中国经济滑坡的各方面的征兆已经十分明显了，那么各国企业的反应仍然是滞后的，那种侥幸心理啊还没有消失。所以这今天为什么我用中共官方的统计数据换一种分析角度，把这种经济滑坡的长期趋势加以剖析，是用来供大家参考。那么实际上呢，中国经济眼前遇到的这个根本性麻烦是3个，而不是恒大本身经营上的困境，或者是突发性断电这2个因素。那么所谓3个根本性麻烦，关系到中国经济的3大支柱，一个是制造业，一个是房地产业，一个是消费能力。那么在制造业方面呢，由于工业原材料价格暴涨，下游产品的涨价空间必窄，所以中小企业是越来越难维持。我想在大陆的台商应该都深有体会了。那么第2方面，房地产业，现在房地产这个泡沫呢，已经被恒大集团的濒临破产刺破了。但是如果我们想要说是恒大造成房地产业走向衰退的话，那还不如说是房地产业盲目膨胀走到尽头之后啊，恒大作为当中最大的房地产企业率先倒下来，是一个征兆。那么第3个方面就是第3个大麻烦就是中国的消费力啊，它本来是经济繁荣的产物。那么中国个人资产的70%是房产价值。房价不断的高涨，让很多人啊有了虚幻的财富感。那么经济滑坡、就业萎缩，那自然会造成消费的相对收缩，而房价下跌又会造成个人资产缩水。这个时候，虚幻的富裕感就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瘪下去而消失，这又会造成未来消费的收缩。所以讲，各国企业指望中国经济再度繁荣啊，这个指望已经成了一个美丽的幻想，恐怕没有那一天了。